真是福大命大，幸亏有那棵歪脖子树，否则就人鬼殊途了。医生对我怎么说啊？颈椎位移引起动脉受压迫，使得交感神经敏感，产生疼痛。说人话。扭伤。你6楼跳下去弄一落枕啊？它就叫做大难不死，必有后患。看你这状态，不会还有内伤吧？我做了个噩梦，虽然醒了，但依旧感觉被一股恶兆笼罩着。我这，那你多吃点呢。他说的是恶兆，恶是凶恶的恶，兆是凶痣。算我没数。你就做了一个噩梦，就自残了？不是一个，是好几重噩梦。住院观察这几天，我都不敢做梦了。这也能控制？忍住别睡啊！我坚持好几天了。自残很有快感吗？嗨，子乔，听说你出院了？你来看我了，美嘉？我只是来看看你死了没有啊。那一起坐下来听听子乔他的梦吧。你们有病吧？听一个疯子说梦，吃饱了撑的。美嘉，这个梦很真实，不复杂，而且和你有关。是吗？那说重点。梦里你死了。那你呢？我在旁边看着你啊。其实前面还有一大段，但是从这里开始才算是重点。哎，张益达啊！如来神掌！哎，丽莎，我刚买的奢华版手抓饼，手艺没得说，要不来一口？有培根吗？然后呢？有米纸洋葱吗？当然，内行啊。谁允许在直播间吃东西的？不吃了，你吩咐。其实我不是来找你的，诺兰，出来一下。Lisa 找我什么事啊？领导让我问问塔里送你去美国培训的事儿，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我再考虑一下吧。亲爱的，半年前可是你自己提交的申请，现在怎么犹豫了？机会难得呀。我知道，你是怕自己创立的品牌节目又回到这个垫底王手里。可是有得有失，前途重要。等你回来，说不定我还要靠你罩着我呢。啊，好吧 ，Lisa， 再给我点时间，我想处理一些私事。美嘉，你脸抽筋了？我在做科研实验。我看到一篇心理学报道说，一个大美女独自坐在酒吧，如果对旁边的帅哥抱有微笑，那么帅哥上前搭讪的几率将会是60%；如果面无表情，那被搭讪的几率就只有20%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艳遇不是独自等待，而是相互给予。所以你就这么一副急不可耐的花式表情，当心下的小朋友。喂，我刚从人生的双重打击中走出来，我需要点新的寄托。双重打击？是啊，我以为我怀孕了，打击了一次，结果又没怀，又打击一次。我说你就不能找一个靠谱点的男朋友？你不怕悲剧重演啊？不会，这一次我会严格把关。不过先得广撒网呢。冒昧的问一句，您这散弹式的微笑撒多久了？1个小时。效果一般嘛。没搞懂人家的实验重点。人都说了，前提是大美女，不是花痴妹。你这样20%都没有了。要我说，与其守株待兔，不如主动出击。哎，你看前面那4位帅哥当中，说不定就你的菜。哇哦，一个西装斯文，一个嬉皮摇滚，一个运动健康，一个长衫折扇，总有一个适合你。我去 F4啊！你哪来的共同话题？哎，你不是要找寄托吗？去呀，跟人大大方方交个朋友，再傻笑有什么用啊？我不去，人家在聊天，我突然跑过去搭讪，很奇怪的。除非你有一架僚机。吕子乔？什么僚机？江湖术语 The Wingman， 负责引开闲杂人等，帮助主机完成精确打击的搭讪伙伴。
如果你需要，我给你个友情价。自小今日恢复的不错嘛。托美家的福，他那记如来神掌彻底把我打醒了，现在噩梦没了，睡眠好了，晚上怎么动也不怕翻了。你们1个月还没好啊？不是轻度扭伤吗？还不是因为你那掌，现在重度扭伤了。我了个盖，小布，嗨，快点过来喝几杯，等会儿还要给你按摩呢。米莲达，专业推拿师，所以说塞翁失马，祸福难料。这个造型回头率相当高。原来耳光还有帮你转运的效果，要不然我帮你再开个光。你敢？反正你欠我的，来收个账吧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厕所种地，你要敢进来，我就喊非礼了。哎，张一达，还来这招，我才不上当呢！小乔，哪家？谁在说话？你在打耳光撩机？张伟，就算有3家撩机，我也绝不回头。所以之前弹琴弹的怎么样？还有，我先问。我知道大家见到我都很激动，别着急，一个一个问，一个一个来。为什么你每次出现都是在酒吧厕所？你们就不能问点跟剧情有关的吗？比如说我怎么又回来了？出差还是常驻？最近是胖了还是瘦了？黑了还是白了？难道厕所是张伟的复活出生点？听着，我被总部回派到这里接手一家新成立的事务所，我们接了一个大客户。从现在起，我将正式成为豪大大集团的首席律师，帮他们处理一系列法务工作。好大大，就是那个做猪排的吧？人家是房产集团。从现在起，请叫我的新名字——律政先锋。在厕所出场的律政先锋，难怪中国人说英雄不问出处。我在厕所出现也是有原因的，好吧？在机场回来的路上，我遇见了一个女孩，我对她一见钟情。是吗？可这和酒吧厕所有什么关系？这次你的出场故事不会又很猥琐吧？什么叫又？从机场大巴开始，我就和她一直同路。巧吧？哎，竟然她也在附近下车。之后我就一路跟着她，没想到她也进了这家酒吧，缘分呐！为行痴汉。律政先锋，这一定是命运的安排。我们仿佛上辈子见过面，那种感觉，好像春风拂过泸沽湖，秋雨浸润九寨沟。这么有缘，有本事就拿下呀！就是因为那个电灯泡，我等了2个小时也没什么机会，不知不觉中我喝了15杯牛奶，然后我拉稀了。哦，所以我才在厕所里出现啊。怎么样，没你们想象的那么猥琐吧？确实没有。因为你的猥琐已经超凡脱俗。张一达，斗转星移，你果然还在原地踏步。人家有伴，我也没什么办法。你需要的是一架僚机，光是尾行就能成事儿，身上哪有那么多痴汉？我之前也没什么准备，要不下周吧，我回去再准备准备。你干脆下辈子再上得了。少废话，清理跑道，发动引擎，为师送你一个接风见面礼。现在去人都走了，你们不要刻舟求剑了。你错了，在泡妞界，守株待兔都能行，刻舟求剑算什么？缘分不讲科学，说走就走。你还信他？信，只要有缘分，它一定会出现的。只是你的脖子没问题吧？
翱翔靠的是翅膀，不是脖子。呼叫 Snake， 敌机位置050，飞航空层380 ，Over。呼叫队长，我听不懂。我们是空军，有点战斗素养好不好？听着，一会儿一起去搭讪，我调开其中一个，你趁机插上，要到电话就撤。Snake 明白。Mayday， 烈屿 ACT2 ，DPS 250，上上下下左右，BA。这货瞎嚷嚷什么？嗨，我可以坐在这儿吗？这里有人了。没关系，我正好有个朋友，我们可以4个人一起坐。我这儿刚好多2瓶赠饮，缘分呢。让一下，这是我的位置。你是谁啊？花花过来，要有礼貌，叫叔叔。叔叔。刚才不是说姑娘吗？怎么变小姑娘了？难道是天山童姥变身了？小贤，这几天 Lisa 安排我有其他的事，节目你帮我带一下。Yes。我是说，我一个人搞得定。你很喜欢一个人？当然没有，只不过好久没做担当了。一个人主持，久违的感觉。我终于可以不用穿鞋了。等等，连裤子也不用穿了。也许你一个人会做得更好。偶尔1、2次还可以，如果叫我一直一个人，现在反而不习惯了。如果你哪天见不到我了，会不会想我？啊？说心里话，和你在一起很开心。如果条件允许的话，除了工作，还有很多事情，我也希望和你一起做。做什么？比如一起逛街、看电影，一起吃饭、旅游，一起过圣诞节，还有一起看春晚。这些偏私人了点吧？你知道我什么意思的？你怎么说？对不起，我和大家有约定，不看春晚。你说刚才那个女孩，她是我姐姐花花的妈妈，她临时有事出去了，不方便带着孩子，就让我们在这里等她。不是童姥就好。我叫花花。吕队长，要不你请咱们这位花姑娘喝点东西？稍等一下，听着，我是专业僚机，不是兼职保姆。多亏这孩子，要不是他的妈妈，女孩早就走了。凭什么你把妹子？我看孩子真不科学。你自己说的，缘分不讲科学。哎，曾小贤呢？曾老师不在，我能去电台了。个没脑子的，手机又落隔壁，响了一个晚上，吵死我了。二手车、高尔夫、小额贷款，还有收抓饼，都是广告啊。谁让他买个羊肉串都要填会员表？垃圾广告不淹死他才怪啊！可是只有会员才能打折啊。所以我每次填会员表的时候留的是他的号码啊，多亲近。好嘞，现在还有垃圾微信啊。小贤，是我，洛兰。刚才的事很抱歉，我只想把我们的关系说清楚。2星期后我就要去美国了，培训半年。
我不想带着疑惑离开。我的心意今天已经说过了，加上之前的8次，我不想再重复了。麻烦你考虑一下。周五晚上我在橡树餐厅等你，不见不散。小朋友，酒吧太吵了，这个时候小孩子就应该乖乖待在家里看《喜羊羊》呀。开始了，阿姨，我们回家吧。阿姨正在跟黑脸叔叔聊天呢，咱们别打搅他们，明天再看吧，反正养死不了。好吧，我想吃冰激凌。可你养乐多还没喝完呢。阿姨，回家。哎，好，冰激凌就冰激凌。巧克力、草莓、香草、杏仁各来1份。喂，你够贪的呀！阿姨，哎，买！你不会是故意的吧？我是小孩子哎，小孩子能有什么坏心眼呢？放心，只要你陪我玩，我是不会打搅阿姨和黑脸叔叔搭讪的。乖。搭讪？你还知道搭讪？我是小孩子，又不是外国人。再说了，搭讪这2个字好像也不是外国人发明的吧？不过僚机好像是外国人发明的。你还知道僚机？Wingman 嘛。你还知道 Wingman？ 不就是你了？你不会真是童老吧？放心，我还有2832天才满18岁。花花，你这么懂事还看《喜羊羊》？那是为了保持童年的天真。不过你要是认为我只看《喜羊羊》的话，那你就太天真了。最近我刚重温了一遍《绝望的主妇》。花花，你平时还有什么爱好？别那么老土，先加我脸盆网，档案资料里面都有。找点像样的共同话题行吗？你当叔叔土鳖吗？要靠脸盆网才能找到共同话题。你要不咱们加个脸盆网吧？说不定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共同话题，共同好友也说不定哦。啊！诺兰要去美国，他曾经向曾老师表白，急不可耐，花枝乱颤，鉴定完毕。你确定这是表白？不是恶作剧什么的？要不再听一遍，别漏了什么重要信息。你都听了32遍了，还没听出来吗？去美国就去美国嘛，临走前表什么白啊？还用微信？不是恶作剧，就是他太随便了。普通的女孩子如果要出国，不跟前任说拜拜已经很好了。可是诺兰呢，他却放下了矜持。难道说，李飞？啊？哦，你的推理很有道理。我还没有推呢。那个，我问你啊，如果曾小贤不接受诺兰，他是不是就死心去美国了？不一定，他可能留下来直到搞定曾老师为止。你是说，如果他接受诺兰，他就会安心去美国？也不一定，他可能放弃功名，从此相夫教子。这算什么推理啊？正版都不走了是吧？你好像很希望诺兰走的样子。没有，我只是好奇剧情的走向。担心他干什么？这那是一个良缘一次方程，还要看曾老师的态度。哎，对啊，我们可以给他一些意见啊。我们已经偷听了别人的隐私，还是让历史自由的发展吧。可是诺兰都已经向他暗示8次了，为毛曾小贤对他的态度一直不明朗呢？谁说的？诺兰自己说的，你没听到？为毛我们听的观点不太一样？那是因为角度不同嘛。你不信再听一遍。李飞，你把那条留言删除了。你刚才按的不是播放键，是删除键。完了，我们改变了历史罪过。哎呀，好了，别吵吵了，大不了我明天自己告诉他呗。
要求已经满足你了。你呢，不许学大人说话，不许调皮，乖乖待着。叔叔一会儿还有奖励。可是我的作业还没写完呢，我要让阿姨教我的。哎，懂了。你是想让叔叔帮你写吧？应用题你会吗？小学生的题目，拜托。某水池100立方米 ，A 水管进水放满需6个小时 ，B 水管排水排出需10个小时。问 A、B 同时运作几小时才能让水池变满？这题有病吧？边出边进有意思吗？多浪费水啊！知不知道这个世上还有多少人没有水喝？谁出的题？拉水枪毙！我也是这么觉得的。不过我这里还有一道关于枪毙的题目。手枪子弹以每秒300米的速度打出，步枪子弹以每秒500米的速度打出。请问，能不能换个题目？叔叔一直很反对应试教育，有没有考验素质的？叔叔擅长。昨天我的同学老小静问我一道题目：一天早上你醒来的时候，发现有只小鸟撞死在你的床头，这说明什么？鸟瞎了，风太大。你在做梦？笨，这说明上帝在玩愤怒的小鸟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猪头啊！花姐，咱能不能别玩这么无聊的游戏了？叔叔陪你画画吧，叔叔最喜欢有想象力的孩子了。画画。哼，幸好我有法宝。这是让孩子安静、打发时间最好的绝招了。画的真不错。这画的是什么呀？我画的是叔叔啊。叔叔是鸟？哪部分像了？这是一幅抽象画，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比喻。这可不是普通的鸟，又是愤怒的小鸟。不。这是一只没有脚的鸟，想要飞越森林，却无处停息，累了也只能睡在风里。可惜一生只能落地一次，那就是在你死的时候。这和叔叔有什么关系？我见过很多像叔叔这样的人，总是追求终极挑战，事后却又陷入空虚，一生策马奔腾，灵魂却找不到栖身之所。不是这样的，你才没有鸟的脚。呸！没有鸟的鸟，呸！哎呀，我随口说说的啦。你也有一个脸盆网好友，这小胖。哦，我也认识一个。哎，说不定还是同一个呢。Snake， 张一达，张大炮，你好了没有？呼叫队长，再坚持一下，我们已经快找到共同好友了。我真的不行了 ！Mayday， 上上下下，左右，BA。哎呀，我努力工作就是为了得到赏识。然后回到这个我爱的地方。哎，你的经历啊，让我想到了非常感人的童话故事。从前有一只小鸡，它的妈妈大鸡告诉它，只要你发愤图强，考到第1名，我就告诉你你的父亲是谁。这故事我没听过啊。后来呢？后来他发愤图强，终于拿到了第1。他激动地扑到妈妈怀里，妈妈告诉他：“孩子，我一定会实现我的承诺的，因为你是一只蒸汽机。”那他爸爸是谁？瓦特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只要你努力，争取第1，一定会实现你的梦想的。说不定连你亲爹都能找到。励志，走一个。在门口遇到个送外卖的，谁叫手抓饼啊？哎，我的。这是什么呀？手抓饼啊，特制培根加蛋 ，double cheese 变态辣，我最喜欢的奢华版，网上订的。真周到，谢谢。客气什么呀？最后那什么，那你个愤不愤？什么呀？我是说，你要是喜欢，我可以把支付宝代付链接发给你，多大的事儿嘛！
哎，说到哪儿了？曾小贤，我有事跟你说。那个，昨天你手机落在这儿了，一直在响，然后吧，我就看了看，那个，喂，本来就是这样的。哎，我不要了。你说什么？你看我手机了？啊，我就看了看，发现你的手机膜真心不错。纳尼？你还是没有告诉曾老师？哎呀，你先听我说完，我有个重大发现，诺兰其实就是曾小贤的手抓饼。啊嘞？哎呀，这只是一个比喻。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一直没有接受诺兰的暗示了，因为曾小贤是处女座。星座不合。处女座有洁癖。刚才曾小贤最爱的手抓饼，就因为被张伟咬了一口，他就坚决不要了。说明什么？张伟有病。说明曾小贤有心理洁癖。他一定是因为诺兰离过婚，所以才不接受他。对于曾小贤来说，诺兰就是一个二手的手抓饼。哦，可我还是不明白，你为什么不把微信的事情告诉曾老师呢？哎，就算我们告诉他，他还是一样会拒绝呀。到时候当面打击诺兰多不好啊！这事儿咱们就当没发生过，也好给诺兰个台阶下呀。这样不好吧？既然上天安排我们听到，就一定是有目的的，没准儿就是故意想让我们插手，缓解一下尴尬。谁都不愿意做历史的罪人，但是天将降大任于你我啊！子乔，你怎么了？别烦我，身心俱疲。因为昨天那女孩啊，她把你怎么了？有些伤是由内而外的。不就是让你请人家喝杯奶昔吗？你看看你，至于吗你？他昨天给我彻底的上了一课，什么叫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死在沙滩上。现在00后太逆天了，他居然让我做他的男朋友，太早熟了吧？不是男朋友，是男朋友。明白了，为了你，我昨天又做了3个小时噩梦。早知道你牺牲这么大，我昨天就再加把劲儿了。啊！我都这样了，你还没要到他电话，还差一丝。我觉得是你教给我的方法有问题。对外千万不要说我是你师傅，求你了。真的，你昨天连个送外卖的要他电话都比我容易。送外卖的，小姐，能点个外卖？这里是酒吧，我怎么会点外卖呢？啊？3号桌的咪咪小姐不是你啊？我叫微微。那电话多少号？哎，兄弟，我还没要到，你别插队啊。俺就确认一下，俺订单是不是搞错了？我的号码是188-110-12138。俺搞错了。唉，连个送外卖的都知道他的电话，而我却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。他不是都说出来了吗？他什么时候？哦，子乔，我爱你。关关，我跟美嘉要去逛街，你要不要跟我们一块儿去？我不去了，我在做星座调研，关于处女座。处女座，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讨厌处女座？你去百度一下，搜“我恨白羊座”，看看多少结果。28万。搜一搜“我恨双鱼座15万。”，那你再搜一下“我恨处女座500万，比其他11个星座加起来都多。难道一菲说的是对的？”。什么对的？
一菲说曾老师是处女座，所以他有讨厌的精神洁癖，他拒绝所有二手的东西，比如手抓饼和诺兰。啊，这不算什么，洁癖顶多算普通处女座。随着历史的推进，早就不主流了。现在最多的是文艺处女座。文艺处女座，这是一个新兴的品种，他们无时无刻不洋溢着文艺的完美主义气息，凡事都力求面面俱到，最后往往人格分裂，没完没了的纠结，所以才那么不招人待见。有多纠结？左右互搏吗？何止，这种人的小心眼里都能模拟一桌麻将了啊！对，就像曾老师对一菲明明很喜欢，到现在还没有表白，绝对不是洁癖那么简单的事情。时代在变化，物种也在进化。曾老师会不会慢慢进化？比如接受诺兰？你问过他没有啊？我们平时最多只是戳他2句，可他好像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。我在网上看见过，对付文艺处女座得用激发性实验才行。风扇，不要挣扎啊！哎，曾老师，我们做个访问吧。仿什么？关于品味偏好的综合取向测试，是宠物店的客户调查。填表格有优惠吗？当然，不过你要快速回答，不能思考，明白吗？好。猫和狗你喜欢什么？狗。长毛还是短毛？长毛。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选哪一个？百事。喜欢甜还是喜欢咸？贤哥果断选。一菲和诺兰，你选谁？这也太直白了吧！这也是宠物店的调查。深度调查是采访关于你对宠物配种的偏好。没头没脑怎么选？具体一点，假如你生活在一个美丽的小镇，2个人同时闯进了你的世界，一个是千年吸血鬼，他长得像胡一菲；另外一个是印第安狼人，他长得像诺兰。你必须从当中选一个，你会跟谁在一起？选不了。为什么？如果我选了一个，另一个分分钟吃了我。哎呀，不会的，吸血鬼和狼人正好打平，你选的那个他会保护你的。我万一家里闹矛盾呢？选之前2个是朋友，选之后2个就是仇人了，这就是婚姻的悲剧。没让你结婚，你自己说配种的。哎呀，刚才那题出的不好，重新假设，未来的某一天，机器人揭竿而起，把人类都杀光了，就只剩下一菲、诺兰还有你。怎么又选他们？机器人在围观，他们逼你的，然后他们要做繁殖记录。我还是选不了。哎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如果选了就没有利用价值了。作为地球上最后一个雄性，我要为人类的复仇争取世界。剧情不是这样的，你没有那么重要，机器人分分钟会杀了你的。那他们怎么做繁殖记录啊？那不是有诺兰和一菲吗？实在不行，他们一样可以做实验啊。他俩。我们都错了，曾老师的行为模式太奇葩了。怎么错了？不就是洁癖吗？处女座最简单了。处女座也分很多种的，你说的心理洁癖是普通处女座，悠悠说的无限纠结是文艺处女座，可曾老师是第3种。第3种，今天下午我们让他在20种情景下进行选择，包括暮光之城、荒岛余生、世界末日等等等等。选什么？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曾老师在意的点和常人完全不一样。不明白。总结来说，当他遇到选择，他的思路就会像踩着香蕉皮一样，滑到一个莫名其妙的角落，然后陷入死循环，最后表现出来的状态就是放弃选择或是不作为，明白了吗？你是说上次那个手抓饼也是因为不作为？这一次，关谷的推理居然是对的。多年以后，我问起曾老师，当时他为什么不要那个饼了？曾老师告诉我，他是这么想的。本来就是这样的。我的培根，这货舔了一下，我还要不要呢？他舔了一下，饼还会好吃吗？可能这样差不多。不，这样已经不是试滑板了，不是试滑板，怎么配得上我的身份呢？没有培根的手札，就像没有自我要求的人生，就像没有赵本山的春晚，这样的春晚我还看吗？不看。对啊，反正我本来就不看。哎，诺兰好像让我陪他看春晚，他几个意思呢？我不要了。这种处女座想的很多，飘得很远，他们恐惧做决定，最好的方法就是
放弃做决定。你是说曾小贤面对诺兰也是一直在跑偏？或许吧。不过这样一来，你删除微信的影响就不大了。反正曾老师还是会跑偏，他会放弃做决定，不接受也不拒绝。然后呢？诺兰得不到答复，应该会继续吧。既然都暗示了8、9次了，很快会有下一次的。还会有？哎，关谷，曾小贤的手机又落我那儿了啊！你还是自己给他吧。等一下悠悠生孩子，我还要去医院。这啥？又是微信啊？小贤，是我诺兰，好久没联系，你还好吗？我留言是想告诉你，我就要结婚了。这几天我一直在想，如果2年前你给我肯定的答案，现在还会是这样吗？如果你听到这条微信，回复我还来得及，我等你。我就说还有第10次吧。正一样会跑偏，没啥。你怎么又把他删了？一不做二不休，否则上次的事儿怎么跟他解释啊？关谷，曾小贤手机又落我那儿了。你自己给他吧，我还要喂奶呢。又是微信。小贤，是我诺兰，我又离婚了。别为我难过，我这么做是因为心里还有你。3年前，我给你留了言，你还是没来找我。我在想，如果当时你出现了，还会是现在这样吗？如果你听到这条微信来找我，我等你。我又删。继续没啥，例行公事，保密哦。曾小贤的手机又来。关谷，你怎么不老啊？我是关谷的儿子，关谷神秘啊。我还以为你是你爸呢。哎，有操心。肯定是诺兰啦。小关，这 iPhone 18怎么用啊？小贤，是我诺兰，我又结婚了，但是我还在等你。如果想好了，划一下手指就能打开 QQ 传送门，你就能穿越过来见到我了。我等你。哎，你怎么删了呀？我爸说，只要是这个阿姨的消息，通通帮你删了。一凡阿姨，你不会是处女座的吧？胡说，我才不是那个破星座的。那你和小贤叔叔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一点进展都没有啊？那我爸爸的漫画书里说了，这叫幻想纠结跑偏综合症，临床表现为不作为。我不是处女座，我不是。你看到什么画面了？难道你也跑偏了？哎呀！李飞，你来干嘛？散步啊！啊，我想起件事儿啊。昨天晚上还你手机的时候，诺兰给你发了条微信。没有啊。啊，我不小心删掉了。也可能是你手机触屏有问题。啊，他说什么了？他说他要去美国培训半年，要你给个答复，关于你们俩的关系。还说晚上会在餐馆等你，想通了快去啊！不会是恶作剧吧？哎，你也这么觉得？我早就……我说你的恶作剧。哎，你识不识好歹？我要是恶作剧，用纠结这么半天吗？不是，我就说你别纠结这么无聊的问题嘛。你是说诺兰要去美国？你没漏到什么重点吧？哎，我听了32遍啊，态度诚恳，急不可耐。哎呀，我就是不小心删了嘛，你还非要我连语气也学给你听啊？这么说，诺兰是认真的。你自己判断啊，我就是个传话的，我任务完成了，你自己决定，别告诉我啊，我丝毫不感兴趣，拜拜。
做正确的决定。决定。你决定了？啊！你不是不感兴趣吗？关我屁事儿！你这么快打电话，不再想想？我不是打给诺兰，我打电话订手抓饼的外卖。你个贱人！人家女孩子放下矜持等你个大老爷们儿，你却在这叫外卖。我饿了。你到底在想什么呀？哎呀，这种事情那么尴尬，没想好怎么说啊？反正都是费脑子的事儿，先吃饱了，才有力气思考。哎，你不懂。不，我懂。我多善解人意啊！哎，有了！哎，我可以假装没有听到微信，然后把事情放到以后再说。哇，你属蛔虫的！我恨处女座。你给我听着啊，这根本就不能算是一个决定。你可以拖得了一时，拖不了一世。拜托你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好不好？给你，不是给诺兰吗？我也想知道啊。作为观众的立场，这件事情我要是没参与也就罢了，现在不一样了啊。什么？培根没了？拜托你把你那副二货德行收起来一晚上行不行？做个干脆的决定，否则人家肠子都痒了，听见没有？那好吧，能答应我事儿吗？说。帮我做饭蛋炒饭，留着我回来吃。你还是来了。啊，哎，听说这个培训机会挺难得的。啊，对了，加州特别热，你别着凉了。我不是找你谈这些的。对呀，谈离别太伤感了，换个话题吧。哎，你要吃手抓饼吗？你怎么了？他哭了，他是认真的。诺兰挺可怜的，对我也不错，我也挺喜欢他的，但这不是……哎呀，但我还没准备好，别逼我了吧？他今天一定是喝多了，要不干脆把他灌醉，从长计议。菲菲，再跑偏，蛋炒饭就没了。弹一闪要不要？你也逼我做个干脆的决定，否则人家肠子都痒了，听到没有？你也希望我，可是。你到底有没有喜欢过我？Mayday，迷你队已经锁定，请下指令。我会下什么指令啊？我根本不会开飞机呀！